你有沒有想過，如果人生可以重來一次，你會不會比較好？你可能會想，如果我當初選另一個科系就好了，如果我換一份工作，人生應該會不一樣。如果我不是生在這個家庭，我現在應該更成功。然後呢，你的人生開始進入一種模式，一直想換場景，但沒有真正改變。好，今天這段哥林多前書7章17到24節，保羅直接講一個很不討喜，但超真實的答案。你先不用換，你先在原地活對。他一開始就講，只要照主所分給個人的和神所召個人的而行。翻成今天白話，你現在在哪裡，就先在那裡活出神的心意。這句會讓很多人不舒服，因為我們很習慣一個邏輯，我現在不快樂，是因為環境不對，所以我要換工作、換城市、換關係、換跑道。然後呢，換完一輪之後，你發現問題還在，因為你換的是外面，但裡面沒變。接着保羅舉一個例子，這段很有畫面。受割禮的不要變成未受割禮，未受割禮的不要去受割禮。翻成今天，你不用一直想變成別人。有人覺得，我如果再多一點條件就好了，我如果像那個人一樣就成功了。然後呢，你一直在模仿，卻越來越迷失。保羅直接講重點，受割禮算不得什麼，不受割禮也算不得什麼，只要守神的誡命就是了。翻成今天，外在條件不是關鍵，裡面的生命才是。你是什麼背景不是重點，你在哪個位置也不是重點，重點是你在哪裡，怎麼活。然後呢，他又講一個更敏感的例子，奴隸。他說，你是做奴僕蒙召的嗎？不要因此憂慮。這句聽起來很硬但他馬上補一句很重要的，若能以自由，就求自由更好。翻成今天，有機會改善可以去，但不要以為只有換了才會好。這句超關鍵，因為很多人活在一個幻想裡，只要我換到那個地方，我就會變不一樣。但保羅說，如果你現在這個狀態都沒有辦法活出神的心意，你換到別的地方，也只是換一個地方卡住。然後呢，他丟出一個超反轉的觀念，做奴僕蒙召於主的，就是主所釋放的人；做自由之人蒙召的，就是基督的僕人。翻成今天，你外面看起來自由，不代表你裡面自由；你外面看起來受限，不代表你裡面被綁住。這句很震撼。有人有錢、有時間、有選擇，但被焦慮、比較、慾望綁死。有人看起來普通、有限，甚至受限制，但裡面很自由、很穩。然後呢，你會發現，真正決定你狀態的，不是位置，是歸屬。最後保羅講一句關鍵，你們是重價買來的。翻成今天，你的人生不是隨便的，不是你隨機抽到的卡牌，不是你只能抱怨的設定，是有價值、有目的的。然後呢，如果你真的知道你很有價值，你就不會一直想逃離現在，而是開始問，我怎麼在這裡活出不一樣啊？不是等條件變好才開始，不是等環境完美才順服，是現在就開始。所以哥林多前書7章17到24節整段在講什麼？不是叫你不要改變，是提醒你真正的突破不是換位置，是換生命。你可以換工作、換環境、換跑道，但如果你裡面沒變，你只是把同一個問題搬到下一個地方啊。記得你不需要先離開現在，你只需要先活對現在。
送你一句可以截圖的金句：不是你在哪裡決定你的人生，而是你在那裡活出什麼樣的生命。